vivo X200 Pro 推出时，延续 X100 Ultra 的长焦能力，让很多人惊艳不已。很多朋友当时就在期待 X200 Ultra 究竟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没想到大家还在想，同花到底打不打得过 Full House 的时候，它还加了顺子，瞬间让很多人的老爸变成了兔子。没错，这次 X200 Ultra 基本上已经补上了 X200 Pro 的超广角跟中焦段的不足，整体相机规格看起来就非常的完整，但实际拍起来真的差很多吗？这集就带大家来比比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之前 X200 Ultra 的开箱还有拍照实测，很多朋友应该很好奇，它与 X200 Pro 相比到底差在哪里？这集会先简单比对一下硬体，之后就会正式进入拍照比较环节。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吧。近几年 vivo 都会在联发科技推出新处理器时，同步推出新机 ，X200 Pro 也不例外，所搭载的就是天玑9400，而 Ultra 版本都会晚几个月推出，所搭载的就是高通的处理器，而 X200 Ultra 当然就是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不过以目前看来啊，两个处理器的效能，我觉得应该算是同一等级的，重点都是在硬体跟散热系统的调教差别哦。不过 X200 Ultra 在影像镜片部分，除了 X200 Pro 上面搭载的 V3 Plus 以外，还加上了 VS1 晶片啊，作为前段的影像处理。这个晶片要干嘛呢？它可以有效处理复杂光源。那这部分效果如何？我们等等在实测时再来验证看看。机身设计部分 ，X200 Ultra 因为重新设计了3镜头配置，所以镜头模组真的非常厚，机身也比 X200 Pro 要厚一些。不过以我手上这支 X200 Ultra 的银白色对比 X200 Pro 的钛色。X200 Ultra 居然只有多1公克耶！整体配重来说，手持也不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其实感觉还蛮好拿的哦。整个握起来是还不错。那萤幕部分 ，X200 Ultra 也稍微大一些，外观规格也长一些、宽一些，不过其他差异应该都不会太大了哦。相机规格部分 ，vivo X200 Pro 本身已经是影像旗舰的代表作，配备2亿像素的 APO 长焦镜头。主镜头部分，配备还不错啦，就是818的感光元件，还有15mm 的超广角镜头。那长焦与夜景的拍摄都相当出色，但这一次 X200 Ultra 登场之后 ，vivo 几乎是把过去所有焦段的弱点一次补上。从14mm 的超广角，还有35mm 的主镜头，到85mm 的潜望长焦，3颗镜头全部搭载大尺寸的感光元件。X200 Ultra 最大的亮点就在它的镜头规划逻辑啊。它使用35mm 作为主镜头，让画面更贴近人眼视角，也巧妙填补原本50到85mm 之间画质落差最明显的焦段空缺。而超广角这次用上了与主镜头同级的1.28分之1寸 LYT818感光元件，不只是广角，还能涵盖23到30mm， 等同于直接取代过去主镜头的视角。至于潜望长焦，不只维持原本85mm 端的实用性，而且还改变了模组设计，把光圈从 f2.67 提升到 f2.27， 这对于数位长焦还有夜拍来说，应该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接下来就直接来看实拍比较，这次比较方式会比较特别，会以 X200 Ultra 的14、35、85焦段为主来对比 X200 Pro， 这样就会比较容易看出到底有没有提升。超广角拍照比较部分 ，vivo X200 Ultra 采用5000万像素1.28分之1寸 LYT818 感光元件 ，X200 Pro 则是5000万像素2.76分之1寸 ZN-1 感光元件，焦段分别是14还有15。在最广角的日拍部分 ，X200 Ultra 明显在光线平衡上做得比较好，色彩也比较明亮一些哦。放大后检视 ，X200 Ultra 的细节更为丰富。那夜拍部分差异就更明显了。光线控制力 X200 Ultra 都好上一阶，无论是高光抑制或是暗部拉亮，表现都更好，细节部分差异更明显哦。那这次也同步做了超广角夜间录影的测试，两者差异真的是超级无敌大，可以感受到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拍摄品质哦。那 X200 Ultra 无论是在噪点抑制跟细节上，基本上就是完胜 X200 Pro。在23mm 焦段部分 ，X200 Pro 就是采用 LYT818 感光元件的光学焦段，而 X200 Ultra 则是用同一颗感光元件的数位放大焦段。在规格上，其实就可以看出 X200 Pro 在这个焦段表现一定更好，但差距会很大吗？日拍部分
在没有放大之前，其实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出啊 ，X200 Ultra 在细节上还是没有办法跟光学焦段的 X200 Pro 相比，夜拍部分差异就更明显啊。其实不用放大就可以看出 X200 Pro 啊，在锐利度还有细节上都好蛮多的。那差异啊，除了是在光学跟数位以外呢？因为啊 ，X200 Pro 主镜头有着 f1.57的超大光圈，但 X200 Ultra 的超广角部分呢，只有 f2.0的光圈，所以在数位放大之后，细节遗失就会变得稍微严重一些。所以 X200 Ultra 的超广角镜头真的能补足原本主镜头23mm 的焦段吗？我觉得不算是不行啦，只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日常习惯使用23mm 焦段的朋友，我觉得 X200 Pro 的表现还是比较好一些，但 X200 Ultra 的14mm 超广角焦段实在是太强了，尤其是在夜拍的表现啊，应该是我目前使用过智慧型手机中啊最强的超广角镜头。vivo X200 Ultra 在主镜头部分同样采用5000万像素1.28分之一寸 LYT818 感光元件，焦段是35mm。但在35mm 这个时候呢 ，X200 Pro 就是用同一颗感光元件，但是进入数位焦段哦。日拍部分说实在差异并没有很大，当然 X200 Ultra 在细节上有好一些，在放大检视后比较容易看出差别。夜拍部分细节差异就比较容易看出来了 ，X200 Ultra 的线条锐利度跟细节就优异不少。在35mm 这个焦段，我觉得毕竟 X200 Pro 虽然是数位放大，但光圈比 X200 Ultra 要大一些，让进光量更充足，有稍微弭平数位跟光学的差异。接着进入两者都是数位变焦的部分，也就是50到70mm 之间，这也是 X200 Pro 比较明显不足的一块哦。那 X200 Ultra 在这边有提升很多，能够弥补吗？日拍部分细节在越高倍率就有越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70mm 的焦段，在还没放大就可以感受到 X200 Ultra 的细节更多，细致度也更好。夜拍部分更明显，在50mm 的焦段就可以看出差别。X200 Ultra 在70mm 的焦段还能维持比较好的成像品质，但 X200 Pro 呢，在这个焦段就有比较明显的数位放大感。整体来说，虽然在35mm 的焦段差异并不会很大，但 X200 Pro 最弱的50到70mm 的焦段 ，X200 Ultra 可以说补上了这个焦段的弱点。我认为在只使用3颗的镜头下，这个策略基本上把中焦段都变成了平均的好。潜望长焦部分，虽然 X200 Ultra 跟 X200 Pro 都是同样采用 HP9 的感光元件，但 X200 Ultra 在光圈跟防守阵能力都比 X200 Pro 要好一些，加上有 VS1 晶片作为光线控制的 Pre-ISP， 拍摄效果是不是还能再提升呢？在85到230mm 焦段间，日拍部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两款手机的拍照表现都非常的优异，细节上放大看之后呢，也非常的接近。夜拍部分85啊，还有170mm 焦段表现也没有差异，直到230mm 的焦段在放大之后，能够感觉到 X200 Ultra 好像表现比较好一些呢。接下来我们看460mm 到690mm 之间，日拍就有明显的差异。虽然不放大之前表现都很好，但 X200 Ultra 明显更胜一筹，细节的清晰度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耶。夜拍部分，虽然两款手机在这个焦段区间的细节表现都开始有些数位放大感，但 X200 Ultra 的表现就是比 X200 Pro 要好上一阶，甚至 X200 Ultra 还能看出放大后的细节，这也表示改版后的蔡司 APO 超级长焦表现的确有提升。那超过1000mm 的焦段部分差异就更大了。X200 Ultra 日拍部分的照片居然还有勉强可用的表现，那夜拍部分 X200 Ultra 也能维持锐利度，只能说这是改版之后的长焦镜头真的有够扯的哦。那长焦微距部分差别就没有太大，只能说无论是 X200 Pro 或是 X200 Ultra 都是现阶段有着最强大长焦微距的手机。那整体实测下来啊，vivo X200 Ultra 这次真的补上了过去 X200 Pro 在超广角还有中焦段的空缺，不只是把焦段补齐而已，而是在每一段的画质啊、细节啊，还有夜拍表现都有实质的进化。虽然在23mm 焦段，说真的 X200 Ultra 依靠超广角数位变焦，还是难以赶上其他手机的最强焦段品质。但整体来看 ，X200 Ultra 以3颗主镜头等级的感光元件，拉出一个更完整、更实用的影像系统。
简单来说 ，X200 Pro 还是非常的强大。但如果你想要一台什么焦段都有好表现的手机，那 X200 Ultra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台湾没有卖，我们就期待 X300 Pro 咯。那我们先预告下一集 ，X200 Ultra 将会对上小米15 Ultra， 这场对决真的就是同级之间的较量咯。以上就是 X200 Ultra 对上 X200 Pro 的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